所谓优雅，不过是在无数次跌倒后，依然选择优美的站起。很多人以为芭蕾舞鞋的银魂在于那层光鲜亮丽的缎面，其实不然。它的生命全都浓缩在那个被磨得发白，甚至有些变形的脚尖位置。这双舞鞋来到奇妙屋的时候，鞋带还打着一个死结，像是紧紧锁住了一段不愿言说的往事。他曾陪伴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在无数个空荡荡的练功房里旋转，地板上细微的划痕，每一道都记录着她与地面接触时的决绝。你看，这上面的汉字已经干涸成了一种类似年轮的印记。他告诉我，他并不觉得辛苦，他只记得灯光亮起那一刻，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都像是为他伴舞的精灵。他最想念的不是谢幕时的掌声，而是旋转到极致时那种忘记了重力的自由感。那是一种与现代人焦虑完全相反的状态。当你全身心投入于脚尖的那一点时，世界就安静了。他在橱窗里跳完最后一场舞时，其实并没有观众，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跳得最完美的一次，因为那次是为了自己而跳。这双鞋的主人，一位名叫雅洁的姑娘，她并不是天赋型选手，她的脚背不够柔软，韧带也不够长，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在梦想面前总显得有些先天不足。雅洁每天在练功房里待得最久，这双舞鞋的缎面就是在那时候被一点点磨损的。你看这脚尖上的磨痕，每一道都记录着他为了那一个完美的点胶付出了多少次失败与疼痛。有一次，他因为用力过猛，脚指甲盖直接翻了起来，血水渗透了厚厚的纱布，也染红了这双原本洁白的舞鞋。但他只是咬着牙，重新包扎好，又站了起来。他对舞鞋说：“别哭，这不是伤痕，这是我的勋章。”那时候，雅洁和这双舞鞋是彼此唯一的支柱。在无数个深夜，当所有人都离开后，只有他们还在坚持。他们在音乐中旋转跳跃，享受着那份只属于他们的快乐。虽然过程充满了艰辛，但雅洁从未想过放弃，因为她知道，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，才能在舞台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而这双旧舞鞋也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她，见证了她的每一次成长与蜕变。它虽然已经破损不堪，但在她看来，这正是她生命的价值所在。因为他曾经陪伴雅洁一起追逐过梦想，一起经历过风雨。这份珍贵的回忆将永远珍藏在他的心底，成为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篇章。后来，雅洁终于站在了他梦寐以求的大舞台上，那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，也是他最后一次穿上这双舞鞋。演出进行到一半，雅洁在一次高难度的跳跃落石时，不小心扭伤了脚踝。虽然她坚持跳完了整场舞，但她的舞蹈生涯却因此画上了句号。雅洁默默地收起了这双旧舞鞋，将它珍藏在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。她虽然不再跳舞，但她对舞蹈的热爱却从未改变。雅洁开始尝试其他的舞蹈形式，虽然无法再次站在大舞台上，但她依然享受着舞蹈带来的快乐。她将这双旧舞鞋送给了卡皮桑，希望他能在奇妙屋里继续讲述他的故事。卡皮桑温柔地抚摸着鞋面上的磨损与伤痕，仿佛能感受到雅洁当年的坚持与努力。这双旧舞鞋虽然已经破损不堪，但它所代表的精神却永远不灭。它告诉我们，即使经历了失败与挫折，
依然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轻言放弃。它也告诉我们，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物品中，也藏着不平凡的故事。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，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感动。这双旧舞鞋虽然已经不再跳舞，但它所散发的光芒却永远不会熄灭。它将永远珍藏在奇妙屋里，成为一个关于梦想、坚持与热爱的故事。即使在深夜的橱窗里，它依然在静静地跳着属于自己的最后一支舞。这支舞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那些曾经追逐过梦想的人。其实，这双舞鞋来到奇妙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动过。直到那个没有月亮的深夜，城市退却了白天的喧嚣，只剩下霓虹灯在疲惫地闪烁。我正打算关灯休息，却听见橱窗那边传来一阵细微了，像是绸缎摩擦地面的声音。转过头，我仿佛看见这双旧舞鞋竟然自己立了起来。它没有音乐，也没有观众，就在那一方小小的、充满灰尘的橱窗里开始了旋转。那不是为了取悦谁的舞蹈，那是他灵魂深处的呐喊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有些笨拙，毕竟他已经太老太破了。但那种决绝，那种将全部生命力都倾注在脚尖上的姿态，却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场盛大演出都要动人。他在回忆雅洁的汗水，回忆舞台的灯光，回忆那些为了梦想而燃烧的岁月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一双破损的鞋子，他是一位高贵的舞者，在命运的橱窗里跳着专属于他的天鹅之歌。我就那样静静地看着，直到他缓缓地停下来，再次无力地倒在天鹅绒垫子上。我知道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他用这最后一支舞向过去告别，也向那段永不磨灭的梦想致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把它放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，因为它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，即使身处黑暗，即使满身伤痕，我们依然拥有起舞的权利。现在，这双芭蕾舞鞋安静地躺在奇妙屋的角落。它不再躁动，不再深夜起舞，它已经找到了它的归宿，找到了它的平静。它将永远珍藏在奇妙屋里，成为一个关于梦想、坚持与热爱的故事。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物品中，也藏着不平凡的故事。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，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感动。这双旧舞鞋虽然已经不再跳舞，但它所散发的光芒却永远不会熄灭。它将永远珍藏在奇妙屋里，成为一个关于梦想、坚持与热爱的故事。即使在深夜的橱窗里，它依然在静静地跳着属于自己的最后一支舞。这支舞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那些曾经追逐过梦想的人。如果你也喜欢卡皮桑的故事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愿这双芭蕾舞鞋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丝温暖与力量。谢谢你的聆听。